大家注意，我这个桌子前面放了这个大器啊，又是一个大瓶。那么这个大瓶呢，高多少呢？高57.5公分。那么必须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口沿呀，它磨个口，按道理来讲，它可能应该有60公分啊。这个口沿磨掉一块，这是第一，它的品相问题。第二个是它这个肩部，看见没有？也是被磕了，磕了以后呢，又掉粘上去了啊，又粘上去了这一块。那么这个整体的主体纹饰是什么呢？麻姑献寿，啊，这个整个的题材是一种比较祥丽的题材。那么这个人物画的也比较大，色彩相对也比较的鲜艳啊。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啊，这个纹饰。那么这个上面呢是一个捧着葫芦啊。葫芦嘛，大家都懂的，福禄啊，骑在仙鹤上面，底下呢就是这么一群人物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底有没有有款，给我们一个近镜头看一下这个款，展示一下落款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个款的写法，刚才我给大家讲过了，这个大的写法、轻的写法，是吧？这个都是我们要注意的。乾隆的龙的写法啊，而且呢，这个款特别有意思。按道理来讲，我们的款都是正方形的。但是这个款呢，略微带一点长方形，而且是窝角的。大家要注意啊，窝角这种情况是在洪显年制上，它有这种写法。提示大家可以点进详情去观看具体的品相说明，每一件我们都给出了尽量严谨的品相报告。大家可以点点福袋，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。现在最高出价来自慈老师的2000元，还加吗？各位，这一件体量硕大并且画工精彩的大瓶，2000，还加吗？各位，有没有3000？等待您再加一口，2000元现在来自慈老师的出价，还加吗？要落锤了，2000，最后一次。2000，好，恭喜慈老师买到了。来，我们更换展示的拍品，1163号，青道光粉彩八仙过海图，普首尔方尊。这一件我们有请老师讲解。好，先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粉彩八仙过海的这个双普洱方尊呢，它的高度是53公分。那么这件东西呢，它主要是口沿啊，它的口沿结过，然后有修复了啊，大家注意一下。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看见没有？这个口沿可能过去有磕，然后呢把它重新修复过啊，这个口，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问题。然后呢有冲线啊，有冲线冲到底下啊，冲到底下。那么这个冲线呢，我们明显的感觉得出来啊，在这个地方看见没有？这个地方有冲线的啊，冲下来。包括这边的口沿也有冲线，啊，这个地方也是有冲线下来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什么呢？有吊簪的啊，这个地方呢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吊簪啊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吊簪。那么整体的纹饰是什么呢？整体的纹饰非常有意思啊，给大家看这个面，这个面呢是福禄寿3星，上面呢是魁星点斗。啊，这个非常的祥瑞的一个图案，而且颜色、色彩、人物，啊，这几个方面做的绘画的都非常好。那么我们看这边，这边呢上面是东方朔偷桃，底下呢有和合尔仙、何仙姑、蓝采和，这本来有一个耳，这个耳掉了啊，耳掉了，这个是有意思啊。上面趴着一个刘海细蝉。底下呢是铁拐李啊、汉钟离啊这些啊，蓝采和、曹国舅啊，这边还有啊张国老之类都在这一边啊，所以这件东西啊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东西。那么因为它的尺寸比较大啊，尺寸比较大，但是呢不管怎么样，这个色彩呢是比较鲜艳的啊，色彩比较鲜艳，而且这个人物啊画的也栩栩如生，这个是比较的难得啊，比较难得的一件作品。所以呢，我想请镜头前的朋友啊，大家可以认真仔细的看一看这件作品啊，因为这个展现在给大家面前的这个东西啊，应该说尺寸比较大啊，比较大，是一件不错的作品。好，请拍卖师。
感谢老师讲解这件八仙祝寿的蒲首尔方尊，并且体量也很硕大，53厘米的高度。现在最高出价来自焦老师的6000元，还有更高吗？6000是最高出价，7000了，看到7000，王老师，感谢您的出价，焦老师再追加一口吗？现在是7000，还加吗？7000元。非常满绘八仙的画片儿，别错过，7000元即将落锤了。7000，最后一次，7000，好，谢谢。1164。清晚期的黄地粉彩云龙海水纹花盆儿这一件，我们有请汤老师讲解。好，这个呢，我们看一下，放在我面前这一个呢是皇帝云龙纹双喜还有蝙蝠啊，这么一个圆的花盆儿。那么它的品相呢，很明显是有瑕疵的啊，是有瑕疵的。那么现在看一下这个口沿这个部分和这个部分都有点磕曲，这个地方呢是缺啊，这个地方是缺了，所以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品相问题啊，这个品相呢应该说主要是这3个方面，但底下的龙纹呢整体的绘画这个也没有很好的清洗啊，这个挺可惜，这些人真是怎么这么搞啊？这个把这个稍微洗一洗嘛，也比这个要漂亮很多啊，漂亮很多。所以这件粉彩呢，应该皇帝龙戏珠的这种纹饰啊，当然取其意嘛是祥类的啊，但是呢，给他们这个保护啊，是让人感觉，哎呀，有点遗憾啊，弄成这样是不太合适的。那么底下呢，同样也是刚才我讲的，有一个小的窟窿啊，这种东西呢。还是刚才我讲的那意思啊，这个清代越往晚期，它那个窟窿眼越小啊，这个也是属于这种类型的这个情况。那么这种东西都是清代晚期到民国早期的作品啊，你看这个形状，包括这个花盆的造型，基本上都是这个时代的作品。所以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呢，如果要说选择呢，把它认真仔细的再看一看啊，认真仔细的看一下。这个整体呢，应该说，你看这边纹饰还不错啊，这边两边的纹饰啊，也类似像花篮，有那种福寿双全的感觉啊。那么再加上有这个江山永固和双喜纹在上面啊，非常的喜庆啊，非常的热烈。好，我们请拍卖师。好的，镜头切回来，我们进入竞价的环节，感谢汤老师的讲解。4000元，目前来自焦老师的出价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。现在4000元，还有5000的出价吗？4000。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大家可以先点进小黄车看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拍品，有没有您喜欢的？现在是4000元的出价，有没有5000？要落锤了。4000，最后一次，4000，5000落锤同时有效，看到了，李老师，5000元，5000，请问您还加吗？尝试6000，现在是5000元，网络有延迟，大家可以尽量早一些出价，早一些交纳保证金，现在是。最后一次，5000，好，恭喜于老师买到了，也非常感谢来看18世纪的这件蓝釉描金花卉纹冠，有请老师进行讲解。好，这一件呢高度是35公分，这个我们镜头切过来。品相报告上写的呢是开片
开片较重，我这个眼睛看来不行了，我都看不见上面的开片。开片较重，可能在镜头上不太容易展示的明显，大家可以点进详情看品相的照片。对，大家看品相的照片吧，这个我们就不去再浪费时间。大家再看一下底啊，底面是沙底啊，底面是沙底，然后呢有垫圈，看来这件东西啊，应该来自于海外回流的东西。上面这个金啊画的这个牡丹花啊，还依然保留了很多一部分啊，颜色也还不错啊，颜色还不错。唯一一个不足呢，就是缺盖儿啊，这上面本来有一个这个宝珠顶的盖儿，可惜呢这个上面没有啊。这个蓝釉颜色呢是比较纯净的，而且这个年代啊，我们讲的比较的保守是18世纪啊。那么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呢，应该没什么错。那么更往前看的话，这件东西不会低于雍正啊，不会低于雍正这件作品。所以这件东西呢，一个呢是保持的也比较好。就缺个盖儿，然后呢，就是这个金呢有一些磨损，其他的地方还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。尤其是底下你看没有，这个灯草边啊做的特别的细，特别的干净利落。这个一般都是清代早期做的比较好啊，晚期呢就相对要差一些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也特别提醒镜头前的朋友呢，要能够关注一下这个东西。好，请拍卖师。好的，感谢老师讲解。其实咱们缎带是相对保守的，比较谨慎。现在最高出价5000，来自赵老师的5000元。这一件的品相是器身开片较重，没有冲线。5000是现在的最高出价，有6000吗？开片较重的照片，请您点进详情去看详细的照片，因为在镜头上不太容易展示出来，光线关系。等老师6000，感谢您出价。我来问一下7000，看到了，还是赵老师继续加价，考虑8000。下一口价8000，您还加吗？等老师，8000。我也在等待您，8000，您考虑吗？现在是7000元的最高出价，要落锤了，7000，最后一次，7000，好，恭喜赵老师买到，也感谢各位的踊跃出价。现在是我们继续拍，又是2件，对，又是一组的。1166是一组2件，19世纪粉彩及青花花鸟纹瓶。我们有请老师讲解。这个是2件啊，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个是一个是粉彩的，一个是青花的啊。那么这个2件呢，同样是出现了问题了啊，都是这个它的上半截啊颈部以上呢残缺了啊，这个呢是它出现问题的最关键的地方啊。那么口沿冲线内堂这个呢是除了口以外还一道冲线啊，这个是比较明显的，这个上面就这一道冲线啊，就这个一道冲线。那么这个器的里边呢还有一个暗问啊，就是一条摇锋啊，在这个部位，但是外边是没有的，外边看不见。这个口沿这个部分呢，这个很整齐啊，这个也是类似像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讲的是脱了口了这一块啊，耍圈了，也是很整齐的。它这不是打磨的，因为打磨很细，这个不是打磨的，也是正好骑着这个肩部给脱掉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冲线，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一个冲线。那么这一边呢也有一个冲线。那么这个上面呢是画的是是有点类似像杏林春燕一样，这上面燕子，这个是什么花啊？这是桃花还是什么花啊？这个不是这个牡丹花了啊，这个可以大家注意一下。这个上面呢是画的是这个松鹰图啊，松鹰图啊，是瑞兽松鹰啊，属于这种图案。
那么这个青花颜色呢，稍微画的暗了一些啊，这个呢与这个瓷器烧到的温度有直接的关系，有点偏暗。蓝颜色呀，没有完全的在还原宴气氛当中把它充分的发挥出来啊，充分发挥出来。我来再看一下它底下有没有款，哎，注意一下，来，大家看一下，给我们拉近了看啊。我们来看一下款制。底下是一个双大清康熙年制啊，这个呢，可是这个款呢又不是很居中，说明就是不上不下，不左不右的啊，怪东西呢，我个人认为啊，还是应该放在这个跟旁边这个青花几乎是差不多啊，这个艺术造诣能够赢得您的兴趣啊，这个请你们做一个选择。好，请拍师。感谢老师讲解。有龚老师问，为什么说是寄托款？对，请老师回答一下。这个镜头前的朋友啊，什么叫寄托款啊？所谓寄托款呢，一般来讲都是后者仿前者的同时呢，想极力的模仿它，并落上它的款。比如说，我们看到很多仿大明成化年制，可实际上它并不是成化，是康熙或者雍正或者是乾隆这个时代仿的。但是呢，它虽然落的这个款，但是它的整体的造型、它的纹饰、它的绘画技法、它的绘画内容，完全跟大明成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这种款呢，我们叫不搭啊。所以它这个仿也不是叫仿，完全等于就是画了这个本朝的本时代的风格，落的却是其他时代的这个款制。这种呢，我们就把它叫做寄托款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对，是的，寄托可以说是寄托一种暮鼓的思绪吧，叫寄托款。对，是一种致敬，可以这么理解它。现在是2000，感谢您的出价。对，不影响您交保证金拍到一只瓶子以后，不影响不影响您继续参拍。5000元保证金是可以拍全场的。非常感谢您的参与。现在是2000元，2000元的最高出价要落锤了。还加价吗？有没有3000、2000、2000，最后一次2000，感谢您买到。我们的客服小伙伴，保证金多久退回？我们来私信您一下，我们来跟您说一下我们保证金的具体规则，请您放心。现在我们继续拍卖1167号是清雍正的粉彩八仙过海图的凤尾尊，有请老师讲解。好，这个呢，我们这个叫凤尾尊啊，这是就这个形状，我们曾经把它这么称呼过，但实际上这个造型呢，就是我们讲的花菇的造型啊，从顺治演变到康熙到雍正，这种造型呢一直延续下来。那么之所以说它是雍正这上面的八仙
是因为这个它上面使用了粉彩。那么康熙时期，那么用粉彩呢，只是到了康熙末期才有的。那么到了雍正时候呢，是大量使用的。那么有些朋友问，那你为什么说它是雍正呢？请大家注意这个造型。那么康熙的造型呢，这个喇叭口撇得比较厉害，这个到了下半部分呢，它是垂直下去，留出了肩膀的，而这个呢，口是往外撇，它的和肩部衔接的部位，它同样也是往外撇的，和底下形成了一个溜肩的这种形式。而这种情况呢，康熙是没有的。所以从造型上来看，它年代不够康熙；从色彩上使用来看，它是雍正时期的特有的粉彩。所以我们讲这件东西呢，定雍正呢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再一个呢，这件东西啊，很可惜啊，它的高度呢是44.5公分，但是呢，你看它掉下来了啊，掉下来一块。然后呢，它的肩部的这一块、口部这一块，也是掉下来以后掉粘过啊。底部呢，这儿还有一条冲线啊，冲了这个肩部到肚子这一块啊，也是掉下来以后也粘的。所以这件东西呢，应该说挺可惜的。它问题出在哪儿？问题出在这儿。我给大家看啊，它的问题出在这儿。这个地方是一个锤击点，就是当时撞击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碰撞的，然后咔嚓掉下来，啊，是这个原因。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，这件东西应该保存的还是非常完美，啊，非常完整。那么这件东西本身呢，这个色彩的使用啊，也是最标准、最典型的雍正时期的这种色彩搭配，尤其是民谣当中，这种色彩搭配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把这个东西掌握了，看民谣的粉彩，尤其是雍正粉彩，是一目了然。啊，一目了然。我们再看一下底部，这个底部啊，这个是釉底啊，这釉底还有字叫郑昌制啊，这个我们不去管它了，是谁制我们就不管了。我们只要了解一下，这个呢不是沙底啊，是釉底就可以了啊。那么这个造型呢是标准的雍正的花箍的造型，我们把它叫凤尾尊，啊，有这种叫法的，啊，这个不奇怪。好，我们来请拍卖师。感谢老师讲解，我们镜头切回来，进入竞价环节。赵老师的5000元，现在的最高出价，我在等待6000，有加价吗？我在等待6000的出价。这一件雍正的凤尾尊，现在是5000元，有6000吗？要落锤了，各位，抓住机会，5000元，最后一次，5000，恭喜您买到。恭喜。这边有藏友说全品要几十个 W， 对，所以买到还是真的很值得。1168号，我们继续来看清晚期的粉彩大吉图天球瓶，这一件有点可惜，有点解口的这一件。有请老师。这件东西啊，也是可惜啊。这个呢和刚才我们讲耍圈不一样，这件东西呢，纯粹就是在使用或者保护不当，使上面的瓶口给砸坏了，啊。这个但是这件东西如果不砸坏的话呢，这个它的这个用色啊和绘画技法完全符合这个时代的这种绘画技法。这个上面画的是什么呢？是大公鸡，对不对？我们叫它大吉大利，这个大吉就是指的鸡啊，这个是一个大鸡图啊，用的是谐音。那么这个绘画的技法和用彩的方法呢，是标标准准光绪晚期的装饰技法啊，所以我觉得挺可惜的，就是上面这个瓶口坏了啊。但是它这个绘画技法呢，恰恰提醒我们这件东西啊，还真是光绪的东西，还不是民国的。如果把这个东西说成民国，那你就错了
啊，一定是光绪啊，这装饰技法就是光绪时期的装饰技法，色彩的搭配。我们再看一下底，哎，有点意思啊，请看一下这个底，底下是青花6字3行，大清乾隆年制。那么请大家注意啊，这个写法和我们前面讲的意思是一样的。这个字呢，它显得比较纤弱啊，不是那么刚劲有力啊。这个是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一个转换期时代的一个特点。所以我们在研究这种东西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这些都要掌握住啊，都要掌握住。用青花款、用矾红款这种情况都有啊。那么这个上面的色彩的搭配，也请大家一定要认真注意。其实上面画的这些彩啊，包括这个上面的大公鸡啊，画的都是栩栩如生的，画得非常棒。这完全是用中国绘画技法在画这幅这个大鸡图的啊！而且我们如果研究过书画的朋友，你们要注意，这一段时间就是光绪晚期到民国时期，这种大鸡图啊、大吉大利的这种图案特别的普遍，在民间也特别的受欢迎。同样的道理，在我们瓷器上也会使用这种图案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时代的风格啊，这个不同的质地，它的艺术是相通的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好，请拍卖师。好的，镜头切回来，我们继续竞价。现在是5000的最高出价，吴老师的5000的最高出价，考虑6000吗？各位，这一件还是有不少朋友喜欢。现在是6000，看到了，仍然是贾老师，感谢您的支持，也非常感谢来到直播间的朋友，欢迎你们。每一件拍品都有依据拍卖出具的证书，大家可以放心的参拍。现在是6000元，吴老师还加吗？下一口价7000，大家考虑。现在是6000元，目前的最高出价，清晚期的这件天球瓶，6000，我要落锤了，6000，最后一次。